2024开年就把我吓一跳的电影，少说小编看过的恐怖片也有500部，没想到却被一只扑棱蛾子给整失眠了。里面怪物的出场方式让我现在想想都起鸡皮疙瘩，它就像是一只巨大的毛毛虫，2只脚更是被粗壮的手臂所取代，整个下半身都是用来消化人类的胃囊，而且这东西是个母的，还专挑女人下嘴。故事发生在1963年的考古挖掘上，他们意外打开了一个洞穴，更是从里面取出了一个四四方方的棺材。在棺材见到天日的那一刻，一栋公寓里的女人突然听到了嘶吼声，而她面前却诡异地出现了2个脚印，而且还在一直滴水。就在女人扭头的瞬间，脚印又诡异地消失了。女人惊恐地站了起来，却看到门前出现了一个四四方方的箱子。就在此时，她身后多出了一双惨白的双眼。在女人被嘎的那一刻，大楼的灯光也恢复了正常。与此同时，一批偷渡客来到了这里。女人名叫安尔，来到美国想做发财梦，可生活让她低下了头颅，进了一家工厂里打螺丝。为了节省房租，安尔毫不知情地来到了出事的公寓。房东虽然是个彪形大汉，可他却只接待女性租客，而且这栋大楼里加上安尔只有2个客人。虽然设施有点破旧，但架不住便宜啊。尽管房东让他预交1个月的房租，可安尔还是选择留了下来。到了晚上，怪事就发生了。在他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似乎梦到了妈妈。就在他闭上眼的那一刻，背后真的有一只抚摸他的手掌，可安尔并没有任何察觉。第二天，他早早的起来去工厂打螺丝，恰巧在楼梯上碰到了第2个租客，还很热心的打起了招呼。Sorry, I'm Amber. Brett said it's just the two of us. Brett is full of shit. 这句话让阿尔听得有点不明所以，在他转身去上班的时候，丝毫没察觉楼道上站着数道诡异的身影，而且他们个个眼睛闪烁着白光。为了摆脱窘迫的生活，阿尔拼命工作攒钱，想要在本地读大学。可他是西班牙人，入学却需要当地的出生证明，于是他托同事走了个后门。这时黑妞却突然说黄牛涨价了，多出的$2000，最起码要让他多打1年的螺丝。好在阿尔在这里有一个表亲，表叔答应他，只要有出生证就给他安排个体面的工作。等阿尔欢喜地回到公寓后，却听到旁边的房间传来了声响。这里不是只有2个租客吗？他好奇地走了过去，旁边是一道紧锁的大门，门框上还有几道深深的抓痕。就在安尔感到疑惑的时候，房东却突然出现了。Lose something? Hey, no. There was a sound. Basement's private. 安尔试图想要回预交的房租，这笔钱可以让他尽早的进入学校，但房东自然拒绝了。他声称把所有钱都花光了。无奈的安尔只能回到房间规划接下来的事情。这时通风口却传来了呼救声，他脚下就是白天遇到的第2个租客。安尔敲响了女人的房门，但房门并没锁，而且里面空无一人。显然女人已经离开了公寓。他在门框上还发现了绿色的粉末。安尔还以为是幻听就离开了这里，可身后再次出现了一道诡异的身影。迷迷糊糊间他又梦到了母亲，但这次老太婆一直盯着角落里看，那个四四方方的箱子竟然出现在了他的梦里。安尔并不知道这种预示代表着什么，他照常来到了工厂打螺丝。这时一只花蝴蝶飞了过来，诡异的事情也发生了。这次让他真实的感觉到了触摸，他还以为是某个同事的恶作剧。下班后，他又找到了黑妞询问办证的事情。看着安尔这么努力，黑妞答应帮他补齐剩余的$2000，但如果有一天他发达了，一定要双倍奉还。安尔当然非常乐意，就这样傻乎乎的把所有的积蓄都交给了黑妞。他走在路上还在幻想很快就有出生证，可回到公寓就看到了诡异的一幕：房东正拿头撞着地下室的铁门。作为一个女孩，她也不敢前去询问，就赶忙逃回了出租屋。不料楼道灯光突然亮起，一道身影出现在房门前。说完，他就诡异的消失了。安尔好奇的走了出去，却在厨房遇到了2个女人，她们是刚搬进来的住客，暂且叫她们大妹和二妹。此时房东也走了过来，为2人去安排了住处。就在安尔准备回房间时，恰巧看到房东的门没关，他就好奇的走了进去。这里有很多蝴蝶的标本，还有房东小时候的合照，可一台录音机引起了他的注意。安尔好奇的拿起了耳机，里面播放着类似献祭仪式的片段，似乎还可以得到某种庇佑。房间里还有献祭仪式的笔记和他梦中的那个四四方方的箱子。就在此时，意外突然发生。安尔似乎也感觉到门口有人，可当他抬头时，人影又消失了。他赶忙把照片放回了原位。在他离开时，人影又再次出现。第2天，安尔回到了工厂，却得知帮他办证的黑妹竟然离职了，也就是说，他仅有的积蓄被全部骗光。安尔只能回到了公寓。在他迷茫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时候，地漏里突然传来了求救声。他赶忙关闭了水龙头，声音也越来越清晰。这时门外突然走进来一道身影，安尔惊恐地抬起了头，怎么看都像是楼下的第2个租客。Freya。他慌乱地逃出了房间，恰巧碰到了路过的房东。当他问起金妹的时候，房东却说他已经搬走2天了。可刚刚的身影又会是谁？此时灯光突然熄灭，一只扑棱蛾子从地下室飞了出来，它一直飞到了安尔的身边。
完犊子了！这一拍注定他和蛾子杠上。在他回头的那一刻，刚刚的蛾子竟然又飞了起来。原来刚刚只是一场梦，可这个梦又那么的真实，而且房门也被打开了。他确定进来的时候锁上了肛门。安儿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对面却站着一道身影，死死地盯着他。他也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阿飘。似乎阿飘也在害怕什么。安儿回头看去，另一只阿飘也出现了，他恶狠狠地想要把女孩抓回去。这一幕太他妈震撼了，两个阿飘竟然在他面前干了起来。安儿好奇地跟了过去，那个女孩一直在求饶。这么真实的画面，是个正常人都不会再住下去了。安儿快速地收拾行李，打算离开公寓。走时，他找到房东，还想退押金，可打开门的却是一个彪形大汉，光头是房东的哥哥，说弟弟不在就关上了房门。安儿一刻也不想停留。这时外面又下起了大雪，他只能找到了一家便宜旅馆，但所有的钱加起来还不够吃一顿饭的。安儿被赶了出去。最后他来到地铁站，试图凑合一晚，可灯光突然闪烁，刚刚还人满为患的地铁，此时已经空无一人。就在安儿感到恐慌的时候，他已逝的母亲却诡异地出现了，并提醒他看向另一边。那个四四方方的箱子再次出现，而且里面还有一只怪物试图爬出来。这是安儿第二次梦到这个箱子了。没想到房东突然找了过来，他哄骗安儿出门太急没带钱，想要退回房租，就跟他先回公寓。就这样，安儿傻乎乎的又再次返回了这里。房东说钱已经放在了他的房间里。等安儿回去的时候，哪里有什么钱，只有房东色眯眯的眼神，还有他那个身高2米的哥哥。Let me teach you something. 安儿吓得蜷缩在角落里，光头让他张开嘴巴。Open your mouth. No. 看到两人这么暴力，安儿也不敢反抗，他被锁在了屋里。没一会儿，大妹和二妹找了过来，两人看上去非常恐惧，显然他们也遭到了恐吓。安儿提议3人逃出去，可大妹却说房东一直守在1楼，而且就在地下室入口的旁边。听到地下室，安儿想到了昨天的求救声，他怀疑房东把以前的住客都关在了地下室里。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is place. What have you seen? I keep dreaming about home. My son is there, but he's changed. Something's different. And then I see this box. A stone box. 看到大妹点头，安儿才知道原来他们都会做同样的梦，自己梦到了母亲，大妹梦见了儿子，那都是心底深处最渴望得到的东西。他们怀疑做梦的源头就是盒子，很可能被藏在了地下室里，因为通风口会一直传来女人的求救声。就在这时，14个阿飘集体出现，他们诡异地盯着安儿，似乎在告诫他赶紧逃离。而大妹两人也奇迹般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自己的母亲。 Amber, quédate un poco más. Amber. 有人把他拉出了幻境。此时，房东两兄弟正在抓捕大妹两人。安儿扑上去帮忙，却被光头扔小鸡一样丢了出去。这时门铃突然响起，安儿再次被关了起来。原来是他的表叔找了过来，因为两人曾约好要帮安儿找工作的，可侄女一直不曾出现。他询问侄女是不是住在这里，房东刚想否认，表叔恰巧从门缝里看到了安儿的外套。 That's her coat. What the hell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at's her coat. My wife gave her that Hombre, coat. settle down. Hombre, mío. 看到侄女后，表叔闯进了公寓，可这也成为了他的葬身地。可怜的表叔被光头砸得生死未卜，安儿也被铁链锁了起来。房东给他涂上了绿色的粉末，其实他还是有点良心的，声称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治好自己的哥哥。 We did the world a favor, getting rid of our dad. I wanted to leave right after. Beck said we could fix the place up. But just like Dad, he started spending more time with that damn box. He thinks it chose him. And then he started getting better. Beck says he only needs a few more hits, and then we can stop all this. Hits of what? How many, Red? How many women? He's my fucking brother. 原来房东为了治好哥哥才会残害女住客。安儿试图唤醒这个善良的人，他还真的打开了锁链，可下一秒， Sorry, Chica. Ready.
这时光头走了进来，安尔被涂抹上鲜血，然后被扛出了房间。一路上那些被残害的灵魂全部现身，原来他们多次出现，其实是为了吓走安尔。可是，一切都晚了，他被丢进了地下室。此时，大妹的脑袋已经被怪物吃掉，安尔被绑在了祭坛上。之后，光头打开了盒子，这里面竟然是一条深不见底的通道，似乎连接着另一个空间。做完一切后，光头关上了肛门，通道里开始有脚步声传来，无数的蝴蝶盘旋在周围，仿佛在迎接自己的母亲。关键时刻，肛门突然被打开，安尔的表叔竟然没死，他也被囚禁在了地下室里。就在两人出去的时候，外面却挂满了无头女尸，他们不敢停留，撞开了另一扇肛门，这里竟然是通道的尽头。安尔看到了自己就守在妈妈的病床前，而这个空间的他也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此时的自己并没挣脱锁链，很安静地躺在献祭台上。通道里一双巨大的手掌伸了出来，接着一个捂着双脸的女人缓缓出现。怪物落脚的一瞬间，另一个空间的安尔也有所感应。Quédate conmigo. No quiero que te vayas. 在安尔犹豫的时候，怪物终于露出了真身。它就像是一只巨大的毛毛虫，长着4条手臂，轻轻地抚摸着安尔的脸，下体更是出现了一张血盆大口。就在安尔要被一口闷的时候，另一个空间的他选择了不同的结果，他竟然扑倒了母亲，用枕头活活闷死了她。而现实中的安尔也苏醒了过来，怪物也因此放弃了进食，退回了尸盒里。安尔不放心，再次把盒子封了起来。他跌跌撞撞地来到了楼上，路过房东的房间时，突然看到了2把珍藏的狼牙棒。安尔决定开始反击，此时的光头却感觉到了不对劲，因为平时在怪物进食后，他的伤口会快速的痊愈，可这次并没有任何的反应。他让弟弟去看看情况，就在打开门的一瞬间，光头见状也站了起来，虽然也被砍了一刀，可他的战力明显要比弟弟强悍很多，更是一脚踩断了安尔的脚踝。在他转身去捡武器的时候，旁边的二妹突然袭击，接着转身就跑，却被光头再次拉住，直接丢下了大楼。之后他又找上了安尔，在拖拽中女人捡起了一块碎片，光头看着他起了色心，反正怪物只吃脑袋，也不嫌弃他是不是黄花大闺女。安尔突然反击，然后用碎片划破了他的大动脉，光头到死也没想到会栽在一个小娘皮的手里。安尔返回房间捡起了狼牙棒，就在安尔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听到房间又传来了声响，原来房东还没有死透。安尔邪恶地看着他，把房东绑在了祭坛上。原来怪物不只吃女人，男人他也一样不嫌弃。解决完一切后，安尔离开了地下室。他本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可走到门口就看到了房东的灵魂。只有被怪物吞下的人才会逗留在公寓里。就在这时，他骨折的脚踝竟然奇迹般恢复了。安尔这才明白献祭的意义，原来怪物会反馈给宿主一定的超能力。此时的安尔感觉自己能打死一头老虎，想着偷渡到美国后的种种不堪，为了几千块钱去工厂打螺丝，倒不如留在这里做下一任老板娘。故事也到此结束了。电影的设定非常震撼，而且反转于另一个空间的剧情也很烧脑，更是反馈了人内心的欲望。安尔在另一个空间选择杀了妈妈，也因此克制住了自己的欲望，所以怪物也退回了通道。他是利用人类的欲望来进行猎食，所以请认清现实，不要被欲望蒙蔽了双眼。关注秀才，下一期更精彩。